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舍卫城的奇树林即孤独园。有一天，有个叫迦拉罗的王族出家人来到舍利弗尊者的住处，他与舍利弗尊者互相问候后，就在一旁坐下。迦拉罗对舍利弗尊者说：舍利弗学友，我听说摩利亚帕姑那比丘已经不再修行了，他已经还俗了。摩利亚帕姑那出家后受持戒律，按如来的正法去修行，他没有让内心得到安宁，他没有解除心中的困惑。舍利弗学友，您受持戒律，按如来的正法去修行，让内心得到安宁了吗？您由此解除了心中的疑惑了吗？舍利弗尊者回答：迦拉罗学友，我受持如来制定的戒律，我按如来的正法去修行，内心已经没有任何的困惑。舍利弗学友，那以后呢？您以后未来修行能够一直没有困惑吗？迦拉罗学友，我以后未来也不会有困惑。与舍利弗尊者简短的交谈后，迦拉罗比丘就离开舍利弗尊者，来到佛陀的住所。他顶礼佛陀后，就在一旁坐下。迦拉罗比丘对佛陀说：世尊，舍利弗尊者以彻底完全解脱的智慧说道：我已经了知，我从这一世开始就已经不会再继续的投生了。我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的修行已经圆满，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，我不会再出生在这个世间了，我不会再有生死轮回的状态了。佛陀听完迦拉罗比丘的言语，就叫来一位出家弟子说道：比丘，你到舍利弗的住处对他说：舍利弗尊者，如来请你到他的住处去。这位比丘回答：世尊，我现在就去叫舍利弗尊者到您这里来。那位比丘于是就来到舍利弗尊者的住处，他对舍利弗尊者说：舍利弗尊者，如来让您去他的住处，他好像有些事情要问您。舍利弗尊者回答：比丘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一同去见世尊吧。舍利弗尊者就与这位比丘一同前往佛陀的住处。到达佛陀的住所后，舍利弗尊者就顶礼佛陀，在一旁坐下。佛陀对舍利弗尊者说：舍利弗，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已经了知，我从这一世开始已经不会再继续的投生了。我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的修行已经圆满，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，我不会再出生在这个世间了，我不会再有生死轮回的状态了。你真的说过这些言语吗？舍利弗尊者看见迦拉罗比丘坐在佛陀的身边，于是他就回答佛陀：世尊，我不是用这样的言语表达的，我是用另外的言语表达的。舍利弗，修行人以彻底完全的智慧来说明他们已经证悟解脱的果位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，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和刚才如来说的那句话所表达出来的解脱境界是一样的。舍利弗尊者回答：世尊，就算我不是说的这句话，说的是其他的话，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吗？世尊，我不会这样说的。舍利弗，如果你被别人问你如何表达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境界和状态呢？你应该如何回答他们呢？世尊，如果我被别人问证悟解脱果位的境界和状态，我会用缘起法来回答他们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：学友，出生在世间的前提条件灭尽了，我就知道，当生的前提条件被灭尽的时候，生就不会有结果了，就会被灭尽了。知道了生的结果被灭尽后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不会再继续的投生，我的修行已经圆满，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，我不会再出生在这个世间，不会再有生死轮回的状态了。世尊，我会这样回答他们的问题的。舍利弗，如果他们又这样的问你：舍利弗学友，生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生的起因是什么呢？生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生的根源是什么？舍利弗，当别人这样问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如何回答他们呢？世尊，如果他们问我，生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生的起因是什么呢？生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生的根源是什么？我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们：学友，有是生产生的前提条件，有是生的起因，生依靠有出现发生，有是生的根源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。舍利弗，如果他们这样问你：学友，有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有的起因是什么呢？
有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有的根源是什么？舍利弗，他们如果这样问你，你应该如何回答呢？世尊，如果他们问我，有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有的起因是什么呢？有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有的根源是什么？我就会这样的回答：学有取是有产生的前提条件，取是有的起因，有依靠取出现发生，取是有的根源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。舍利弗，如果他们这样问你，学有取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取的起因是什么呢？取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取的根源是什么？舍利弗，他们如果这样问你，你该如何回答？世尊，如果他们问我，取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取的起因是什么呢？取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取的根源是什么？我就会这样的回答：学有爱是取产生的前提条件，爱是取的起因，取依靠爱出现发生，爱是取的根源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。舍利弗，如果他们这样问你，学有爱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爱的起因是什么呢？爱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爱的根源是什么？舍利弗，他们如果这样问你，你该如何回答？世尊，如果他们问我，爱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爱的起因是什么呢？爱是依靠什么而出现发生的呢？爱的根源是什么？我就会这样的回答：学有受是爱产生的前提条件，受是爱的起因，爱依靠受出现发生，受是爱的根源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。舍利弗，如果他们这样问你，学有如何知道你不会被这些感受所捆绑和束缚呢？如何知道你不会沉迷在这些感受之中呢？舍利弗，他们如果这样问你，你该如何回答？世尊，如果他们问我，如何知道我不会被这些感受束缚捆绑，如何知道我不会沉迷在这些感受之中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：学有3种感受，是哪3种感受呢？就是快乐的感受、痛苦的感受、不苦不乐的感受。学有这3种感受是无常的，是随时都在变化的，是无法永远保持不变的，是无法永恒存在的。这样就知道了，只要是无常的事物，最终给自己带来的就是痛苦的感受。为什么呢？当拥有得到自己喜欢的事物，就会产生快乐的感受。当这些事物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时候，之前拥有获得这些事物时产生了多大的快乐。当这些事物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时候，就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痛苦。因为世间任何的事物都不可能永远的保持不变，都不可能永恒的存在，它们随时都在变化。所以无常的事物最终给自己带来的都是痛苦的感受。而不苦不乐的感受为什么也会产生痛苦呢？因为世间的每一个人都会死去，所以不苦不乐的感受那是不长久的，是无法永远保持不变的，是无法永恒存在的。每个人临死前就会更加深刻地明白，自己死后要舍弃所有的财物，要离开自己的家人、亲人，那种临死前依依不舍的心情，那种对死亡的恐怖，被死亡病痛折磨的感受也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不苦不乐最终也会是痛苦的感受。出生在世间的人最终都是痛苦的，因为世间的人随时都在变化，无法青春永驻，无法长生不死，是无常的，所以世间的人最终都是痛苦的。世尊，就是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世间的无常，所以就不会被这些随时在变化的感受所束缚捆绑，就不会沉迷在这些随时在变化的感受之中。因为我知道世间一切的感受最终都是痛苦的，如果被他们束缚捆绑，如果我沉迷在这些感受之中，我就会在烦恼和痛苦中挣扎，无法解脱出来。世尊，我会这样的回答他们的问题的。舍利弗，你回答得好，很不错。舍利弗，你刚才说的法理可以简要的说成，一切的感受最终都是痛苦的。舍利弗，如果别人问你，那如何才能从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呢？如何才能证悟解脱的果位呢？舍利弗，你应该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呢？世尊，
如果他们问我，如何才能从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呢？如何才能证悟解脱的果位呢？我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们：我修行八正道来除灭一切的烦恼和痛苦，来消除我做恶事造下的一切罪业，这样我的烦恼和痛苦就能逐渐的被消除灭尽，我造下的罪业也能逐渐的被消除殆尽，到最后我连善恶、福德罪恶、功德罪业都不会再挂念和执着了，对这个所谓的我都不会再挂念和执着了。我不会再挂念和执着世间一切的事物，我不会再挂念和执着内心一切的念想，我将自己对世间一切的挂念和执着都灭除殆尽了，这样烦恼和痛苦就无法在我的内心中流动，这样我就从世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了出来，这样我就能证悟解脱的果位。世尊，我会这样回答他们的问题的。舍利弗，你回答得很好。舍利弗，你刚才回答的法理可以简要地说成，任何的修行人，当他们明白了世间的真相规则后，他们就能明白世间烦恼和痛苦产生的根源，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困惑。他们没有困惑后，就不会再挂念和执着世间这个所谓的我，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个我是真实永恒存在的，他们对世间这个我的挂念和执着灭尽了，就从一切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了出来，就证悟了解脱的果位。佛陀说法后，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进入卧室开始静坐。佛陀离开后不久，舍利弗尊者就对听法的迦拉罗比丘以及其他在场听法的出家人说：学友们，当世尊问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的回答，但是当世尊多次的问我问题后，我就按着世尊之前教导给我的修行方法去回答他提出来的问题，后来我回答世尊的问题就轻车熟路了。所以我认为法是不可以拘泥于言语的，只要已经开启了智慧，证悟了解脱的果位，就应该按自己实际的真实体悟去回答别人的问题。我之前畏畏缩缩地回答世尊的问题，生怕自己说错了，其实这也是对法的挂念和执着。到后来，我回答世尊的问题，完全以自己的真实体悟来回答，就完全舍离，抛弃了对法的挂念和执着，因为那些修行的体悟都是我自己真实的修行感悟。世尊在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好像在与自己对话，自问自答，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拘束和担心，也从对法的挂念和执着中解脱了出来。世尊如果问我一天一夜的问题，我就会一天一夜的回答世尊的问题；世尊如果问我2天2夜的问题，我也会回答世尊2天2夜的问题。甚至于世尊如果问我3天3夜、4天4夜、5天5夜、6天6夜、7天7夜的问题，我也将会3天3夜、4天4夜、5天5夜、6天6夜、7天7夜的回答世尊的问题的。学友们，因为我受持世尊制定的戒律，我按世尊所说的法去修行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开启了智慧，体会到了解脱的境界，我就按我真实的体悟和修行达到的境界来回答世尊的问题。学友们，不可拘泥于法，不可挂念和执着法，自己是什么样的体悟，自己达到了什么样的解脱境界，就如实的按自己达到的解脱境界来回答别人提出来的问题。解说的言语、词汇以及说法的方式，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听法的人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和变化的，不可拘泥于说法的言语、词汇以及说法的方式，只要自己说法能够让听法的人明白自己表达出来的法理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实的对别人说自己真实的修行体会，真实达到的解脱境界，如实的对别人说自己是如何修行达到这些解脱境界、解脱果位的，这个很重要，要简单明了的为别人解说，以听法的人能够听懂来判断说法的好坏，别人能够听懂自己所说的法理，那就是最好的开示宣说。别人无法听懂自己所说的法理，就算说法的时候用了再华丽漂亮的词汇言语都没有起到作用，都是很不好很差的说法。以自己真实的修行体悟，以简单明了能够让人听懂的言语作为自己说法的前提。迦拉罗比丘和在座的出家人都异口同声地说：舍利弗尊者已经彻底地证悟了解脱的果位。舍利弗尊者说法犹如狮子王在吼叫，让森林中的其他飞禽走兽都为之震惊。我们听舍利弗尊者说法，内心被震动，开启了智慧。他说要按自己真实的修行体会去说法，不可拘泥于言语、词汇以及说法的方式，要以自己真实的修行体会，要以听法的人能够听懂自己所说的法理作为说法的前提。我们感谢舍利弗尊者为我们说法，我们明白了对法的挂念和执着也是一种烦恼和痛苦，
我们也赞叹世尊为我们说法的无量功德。我们会继续的受持世尊制定的戒律，我们也会继续的按佛陀的正法去修行的。